杀！我一定要尝尝混沌体的滋味儿。4位暗界天选者齐齐出手，君逍遥脚步掠动，简简单单一拳轰出。怎么可能？你的肉身果然还不错，竟然没有直接炸开。你太狂妄了！我们也一起上吧！杀！出手！镇杀君逍遥！敢围杀君某，你们的确很有勇气。不过现在，你们认清现实了吗？君逍遥，不得不说，你的确是大大超出了我等的预料。没想到连天选者都难以击杀你，但这次我们可是前所未有的认真。劫组织，为了对付君某，你们劫组织倒是舍得下血本。看来你是劫组织的一位头目，能让本座亲自出手，你这君家后人倒也足以自傲了。不错，时间差不多了。你们的时间差不多了。找死！到现在还故作姿态。下一刻，扑哧一声，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就是君家之人。有意思。就算你是混沌体，这战力也显得太过逆天了。莫非你是所谓的异术，亦或是更妖孽？你以为你的结局会与他不同？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极限地，我想杀杀看。就狂妄这一点而言，你们君家倒是一脉相承。够了，无需再和这小辈玩什么过家家，直接解决掉他，离开。死到临头还有这般好奇心？虽然你能挡住本座一招，令人意外，但你还是太过无知了。是吗？此等异象虽强，但可能困住本座吗？一起出手！君逍遥，你究竟是什么怪物，竟能练成此等异象？杀人者，人恒杀之。既然要想杀君某，那自然得做好被杀的准备。不过我倒是很好奇，你究竟是什么身份？这场戏看得可还愉快？你应该知道，在君某面前，你想自尽都是做不到的。君逍遥，果然还是太小看你了。不应该说小看你，我们已经很郑重地对待你了，甚至还派出了一位极限帝，然而你却依旧赢了，是你大大超乎了我们的预料。你还要掩藏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与万界商会有关，甚至我应该还见过你。哼，原来是万界商会巨头庞家的公子庞天元。原来万界商会的内鬼是你们庞家。你早就知道了？倒是知道有内鬼，但之前还不知道是谁。哼，没想到千算万算，还是没有算到君公子有这等实力。你可还有遗言？仅仅是一些暗界的小恩小惠，就能让你们做卧底，背叛苍茫？你应该明白，做了这些事情后，不仅是你，还有你背后的庞家，都走到了绝路。等等，你就不想知道我手中的玉珏从何而来吗？这不是我庞家得到的，而是另外有人给的。哦，只要君公子愿意饶我一命，我愿意将此事讲出。搜你的魂，我一样可以知晓。没用的，我们脑海中都下了禁制，若是公子搜魂，我的元神会立刻炸开。你这是在讨价还价吗？况且只饶你一命，你背后的家族一样逃不掉。现在我也顾不了家族了。也罢，你不过是个小角色罢了，我答应你。请君公子立下天道誓言。
其实，交给我们庞家玉珏的，乃是苏家家主苏正言。原来如此，你们这群人为了对付君某，可真是煞费苦心。我已经说完了，其余的事情与我无关。然而君逍遥一掌探出，拍向庞天元。君逍遥，你就不怕天道食言反噬，断你修行路？天道又如何能约束君某？苏正言，你若老老实实待着，想要对付你还得费点功夫。但你既然主动作死，那也只能怪自己太过愚蠢。君逍遥脚步略动，瞬间便消失在原地。君逍遥，你之前度过了第一关，现在便是第二关。等你度过了这关，再由我来结束一切。下一刻，君逍遥便是出现在了星宫的一处空间之内。我为什么并没有觉得太过意外呢？看来你已经猜到了，你与那李北斗合作了。不过，这难道不是与虎谋皮？我自然信不过他，但相比之下，我更想先除掉你。后天鸿蒙道体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看来你还真是恨我恨到极点。不过你有把握杀我？怎么可能？你竟然能如此轻易破开我的鸿蒙道体意象！再来！真以为之前你能从我手中逃脱，是因为鸿运命星给你带来的幸运吗？错了，是我放你走，你才能走。我若要你死，100颗鸿运命星的气运也救不了你。现在你我之战才刚刚开始。错，已经结束了。这鸿蒙金塔在你手中无法发挥真正的力量，可以说是太过浪费。鹿死谁手，犹未可知。而且这一招，你能接下来再说。我已催动鸿蒙金塔的炼化之能，就算是你也难以逃脱。到时候你的混沌体也将成为我鸿蒙道体的资粮。哦，不可能，这是鸿蒙紫气。鸿蒙术，你竟然有此物！我果然是鸿运星命之主，福运滔天，连鸿蒙术这种天地神物都能被我碰上。只要能得到这鸿蒙术，谁会是我的对手？你这话说的，好像鸿蒙术已经是你的囊中之物了。不论如何，我都要得到。两道绝美倩影出现在虚空之中，正是符千雪与夏飞影。两位师尊，现在可协助徒儿一起出手吗？住口！你我之间已经再无师徒关系。想让我帮你？做梦吧！只要你们帮我将那鸿蒙术抢夺过来，我可以立下天道誓言，之后会放你们离开。两位前辈，若是对君某出手能换取你们的自由，那你们可以出手，君某绝不在意。两位师尊，你们是不准备出手吗？那你们得知道，没有自由还不是最痛苦的。我能掌控鸿蒙金塔，其中可是有不少镇压折磨的手段。到时候，你们不仅将会永远被困在鸿蒙金塔中，更会遭到无穷无尽的折磨，那种痛苦会让你们生不如死。你们真的考虑好了吗？鸿蒙，你这个畜生！是你们偏向着君逍遥在前，就休怪我不义。君逍遥，你之前说的可是真的？你说你能救我们离开鸿蒙金塔？我的好师尊，你是傻了吗？病急乱投医，竟然觉得君逍遥能救你们出去？这鸿蒙金塔唯有鸿蒙道体才能掌控。且不说君逍遥能否以外力直接强行破开，就算能破开，这鸿蒙金塔有着特殊的禁制，若被破开，会强行磨灭其中的一切。你们两人也会身陨其中，有何区别？我自是可以救你们出来。可笑，我现在可是苍茫唯一的鸿蒙道体，还是说君逍遥你能找来另一尊鸿蒙道体？
这便是天无绝人之路吗？唉，若是当初遇到的是君公子就好了。是啊。呵，你这怎么可能？除了鸿蒙术外，你身上还有什么与鸿蒙相关的宝贝？还在自欺欺人吗？既然如此，不，这不可能！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，还是通过什么神通手段，复制了我方才的异象？是吗？那你可以试一试。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会是鸿蒙道体？对君某而言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君逍遥，我要你死！把你养到这个时候，就是为了收割你。鸿蒙本源，可不能浪费。不可能！你杀不死我，我是鸿运星命之主。就气运而言，我觉得我的气运应该不弱于你这位鸿蒙命星之主。先天鸿蒙道体。君逍遥，我败了，你杀了我吧。杀你是自然的，但也要物尽其用，不然之前我为何多次放过你？刚好我的鸿蒙树要生长，需要一些催化剂，你的鸿蒙本源倒是最佳养料。什么？你不要！我不可能！这就对了，哼，这样的结局才配得上这个白眼狼。那滋味应该不比凌迟好多少吧？没想到你竟然藏得这么深。那是自然，君公子可是我风月古教的教主，能不厉害吗？更别说君公子风神俊秀，玉树临风。我知道你们的想法，倒是不必吹捧君某是吗？君某自然会放二位出来。这次的确是多谢你了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只要我们能够做到。就岳母大人出来，还需要提条件吗？我们当然可以谈条件呀，怎么谈都可以。不必了，虽然二位皆是顶级的女强者，任谁都想拉拢，但君某觉得没有必要。终于出来了。如果当初我们遇到的是你就好了，能省多少事儿啊！多谢教主大人出手相助，多谢你了。不过举手之劳罢了。倒是圣后的真身，果然比元神状态更好看。毕竟被困了这么多年，千雪本身身子也是冰清玉洁，可还是含苞未放呢。夏飞影，你那教主大人也不夸夸妾身，人家美吗？二位接下来有何打算？你们总不可能还要分个胜负吧？我要去找瑶光。若是如此，圣后可暂时待在鸿蒙金塔中。你接下来还有要对付的人？的确，而且应该也会见到扶瑶光。可以，成了君公子的恩，妾身也暂且听公子的吧。看来那个家伙是失败了，不过也算在预料之中。毕竟他的鸿蒙道体并不算绝对圆满，对上你的混沌体，胜算并不大。看来你比他更有自信。他的鸿运命星在你之上。是，那倒是好了。你身上的星辰之力想必已经不少了，加上你身边的人，那就更多了。你是决定要出手了？君逍遥，聪颖如你，想必也猜到了我有不一般的来历。而且，你不好奇为何洛监家现在在我身边吗？你是曾经万星飞仙殿的星君。哼，看来你果然已经猜到了。其实说实话，我并不愿意与你为敌。便是在我那个时代，如你这般的人物也是绝无仅有。其实，我们甚至可以做朋友。做朋友？
所以你现在想抢朋友身上的东西？既然你知晓我的身份，那应该明白，这些星辰之力对我而言有多么重要。只要你愿意将这些星辰之力都给我，我们可以化敌为友，甚至我还可以给你其他好处。我觉得你也算有些心机，应该知道君某是怎样的性格。唉，果然是多费唇舌。既然如此，就让本星君见识一下你有何手段。原来如此，天命石果然是你的主场。我可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，更不会小看你。光是这等手段，可不够看呢。君逍遥，你肉身虽然强大，但我经过淬炼的肉身，也非是纸糊的。若是你没有其他的手段，那么可以结束。君逍遥，我的手段远非你所能想象。还能挡住，不错。君逍遥，你的确不是一般人物，莫非是那不可测度的艺术？所有人都不清楚你究竟有何等能力。不过，你若是有胆子，那便来吧。秋水，走。君逍遥不紧不慢，也没有阻止。恭喜宿主已到达签到地，是否签到？签到。恭喜宿主签到8星奖励，陨仙星河。陨仙星河，此物。李北斗，你还有何手段？君逍遥，没想到你明知会有陷阱，还真敢追来此地。哼，勇气可嘉。君某也不是什么逞能之辈，若有威胁，我自然会考虑。但眼下，我不觉得有什么威胁。这就是你的性格。但正所谓过刚易折，你这般性格，可是会害了你。没错，这一世我以李北斗之躯的确难以胜过你，但如果我能动用前世的力量呢？你是指轮回印？你知道为什么要引你来此吗？因为这片空间名叫星辰天境，是我万星飞仙殿曾经的一处8星宝地，唯有最为核心的成员才能在此修炼。而我，永夜星君，曾经在此地留下烙印，凝聚了一具化身。所以君逍遥，你能让我动用化身，算是你的本事。一股特殊的气息扩散而出，在这星辰天境的深处，赫然有着一道模糊的身影浮现而出。君逍遥，如何？你现在可有后悔？还行，能看。可笑，无知者无畏。君逍遥，我的确是小看你了。若让你继续成长下去，将来会走到哪一步，真的难以想象。不过可惜，你今日必须得死。但在你死之前，能见识到本星君曾经自创的手段，也算是够本了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有点意思。以化身施展此招，虽然无法与本尊相比，但对付这君逍遥，绰绰有余。因为其中剥夺了一切，模糊了时间，所以可以借此影响元神，让元神以为肉身已经衰朽，从而消磨元神之力，最后将其泯灭。这一世永夜奥义，可不是谁都能轻易参透的。而且退一步，就算能参透其中玄机，但想要打破这永恒夜幕，可不是一般的神通手段能做到的。君逍遥被困其中，只会越发虚弱，最后陨灭其中。秋水，等解决君逍遥后，我们便进入星辰天境深处，去找扶摇光。没想到啊，小师妹她竟然还……怎么可能？君逍遥，你
不得不说，这一招的确还行，模拟苍老衰朽。若是一般人被困其中，元神的确会逐渐消磨凋零。可惜了，以你这化身施展出来，还是有些不到家。若是本尊施展出来，或许君某还要多费一些手段。李北斗，你还有何手段？若是没有的话，那么一切都结束了。怎么可能？君逍遥，那日那位拥有魔主气息的冥王体，竟然是你！你果然聪明，不错。其实从始至终都是我。秋水，催动你的轮回印之力，加持在化身中，这样我们还有胜算。秋水，你早就与君逍遥勾结在一起了。蒹葭一直都是君公子的人。不对，你还没有完全觉醒秋水的轮回印，他是绝对不会背叛我的。忘了和你说了，长明星君和四象星君也皆是陨落我之手。该死，你们也该结束这一切了。李北斗咬牙，知晓大势已去，他不可能战胜君逍遥了。他身形暴退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君公子说的哪里话？我们还是先解决掉他吧。他应该去深处找扶摇光了。他之前也进入了星辰天境中。星辰天境身为一处顶级宝地，也是自成天地规则。你可知道这棺材里有什么？我知道，曾经万星飞仙殿有一位修为资质极度逆天的小师妹，其修为实力甚至还在你们四大星君之上。莫非她的真身就尘封在这棺材之中？他果然是什么事都告诉你了吗？不错，这口棺材乃是葬星棺。其实当初我也以为小师妹会轮回转世，现在看来并非如此。你若要对我出手，到时候小师妹复苏，无需用一招便可震杀你。敢背叛我，洛蒹葭，你很有勇气，之后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从来就没有投靠过，何来背叛？况且你对于秋水星君又是何态度？就因为秋水星君倾慕你，所以就得为你所用，是吗？可惜你想错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秋水星君喜欢的从来就不是你。可笑，你真以为凭借你的力量能镇住秋水的轮回印吗？秋水，你可以夺舍此女，然后助我一起镇压此人。秋水，你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从始至终，你不过是在自作多情。若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八宝玄光境的境灵吧？你要协助我出手，对付君逍遥。不可能。什么？秋水星君拒绝我，现在扶摇光也拒绝我，这他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他妈都是些什么队友？为何？总不可能是因为那可笑的环宇？原因就是，只有他，才有可能唤醒他。星锦之所以无法苏醒，自然是因为不能苏醒。什么？不能苏醒？和你们不同，你们愿意抛却一切，凝聚轮回印，躲避那冥冥中的劫法，但他却没有，而是选择借助古法封印自身，叠加葬星棺的封印之能，彻底令自己尘封。当然，这样做也是有代价的，那就是他永远都不能主动苏醒过来。一旦苏醒，就会遭到那冥冥中的劫法反噬，难以逃脱。所以，想让他苏醒的话，需要君逍遥的本源真血相助。君逍遥，你很不一般，非常不一般。以往在苍茫中都没有出现过如你这般的人物，你是不可测度的艺术，不，或许一般的艺术都不足以形容你。正是因此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你有规避某种冥冥中劫法的能力，而你的这种特性能帮助星锦，让他就算苏醒，也可免于遭到冥冥中的禁忌反噬。原来如此，扶摇光，你的身份
应该不只是八宝玄光境的境灵那么简单吧？的确，当初星锦借助八宝玄光境与冥冥中的结束对抗，八宝玄光境的境灵那一次几乎彻底湮灭。之后星锦尘封前，分出一缕本源，融合进残破的境灵中。经过后世的诸多孕育，便有了我的存在。我存在的目的，便是找到能够令星锦安然复苏的特定之人。这也是我前段时间才彻底恢复的记忆。而我所找到的那个人，就是你。怎会如此？难道我不可以？你连自己都需要借助轮回来躲避劫法，又如何能帮助得了星锦？其他先不论，我觉得还是先把一些恩怨解决比较好。你好歹是八宝玄光境境灵，又融合有一缕星锦的本源，难道就不念同门情谊？我存在的目的，只是为了让星锦复苏，而君逍遥是唯一有可能让他安然复苏的人。君逍遥，就算我死，难道你就能好到哪里去吗？不过是鱼死网破罢了。秋水，你……此人是星锦安然复苏的唯一希望，我怎可允许你对他出手？秋水前辈，您……你不必谢什么，我不是为了保护你，只是想让他能安然苏醒罢了。不论如何，今日你难逃一死。最后伴随着一声不甘的怒吼，李北斗，或者说永夜星君，也是彻底的消没于世间。君逍遥，可以开始了。将你的血融入他之身。就是你让我复苏，你的确很不一般，有种难以捉摸的感觉。星锦前辈，小师妹，秋水师姐，我感应到了永夜星君的气息，他人呢？扶摇光见状，微微一顿，而后才简短地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星锦。是吗？原来是这样。我需要你。是哪方面的？你的血还不够，只能支撑我在短时间内苏醒。这样吗？星锦前辈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星锦前辈，你才苏醒，还是先调戏一番，之后我们可以商议。星锦大人，我已经完成了使命，也该结束这一切了。秋水师姐，你若不寻找祭体，轮回的力量会彻底消散，不存于世啊！小师妹，我之所以轮回一世，并非是如永夜星君等人一样，有什么雄图霸业和野心。我只是想再见你一面而已。如今心愿已经达成，纵使消散于这天地，亦无憾了。其实还有一个办法，只是可能要委屈一下秋水师姐。秋水师姐若是不介意的话，你的轮回力量可以融入八宝玄光镜柱，成为镜灵。这是唯一在不夺舍祭体的情况下，让你继续留存的方法了。秋水星君没有什么犹豫，直接答应了。我能感觉得到，你身上有不少星辰的气息。若是星锦前辈有所需要，送出又有何妨？放心，恩将仇报那种事情我不会做。况且我之后还需要你相助。不过你若愿意，我倒是可以借助星辰之力修行，当然也会给你好处。你说的交易是指什么？我希望星锦前辈能成为我的人。啊，抱歉，或许君某此言太过唐突了。准确来说，应该是君某准备日后在苍茫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——君地庭。希望星锦前辈能成为我君地庭的底蕴。你应当知道，虽然我需要你的真血相助，但我也并非会受你制约。我可以许诺你一些条件，
乃至指导你修行。我自然知晓，如星锦前辈这等人物想要自由。不过现在，万星飞仙殿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，而前辈也没有其他归宿。君某觉得，我应该可以提供。虽然眼下君地庭还未建立，但君某背后还有君家、云族等势力。我可以借助这星宫修行，也暂且不会加入其他势力。若君某说能提出让星锦前辈无法拒绝的条件呢？虽然君某提供的真血可以帮助星锦前辈维持苏醒状态，但想必星锦前辈也并不愿意一直是这样的状态吧。所以你提出的条件是？我可以搜集药氏七星与乱世七星，助前辈修为突破。若是前辈修为突破了，是否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？你想的太过简单了。到达了我这种等级，想要再进一步，难上加难。你怎么会有此物？莫非星锦前辈知道此物？此物与我万星飞仙殿的创建者星主有关，名为陨仙星河，蕴含着最为原始的星辰之道。当初星主也曾借助此物修炼，只是后来遗失了，并未留在万星飞仙殿中。若是借助此物，加上药氏七星与乱世七星，应该足以让前辈修为进步。若再加上我的本源真血，或许真能让前辈彻底摆脱限制。看来你的野心极为不小，想组建的势力也并不简单。君某其实并没有什么野心，只不过是不想让自己遗憾罢了。之所以建立势力，也是为了让身边的人能有一个真正安全的归属。不让自己遗憾，那你就不怕等我真正摆脱了这种状态，就不遵许诺言了？毕竟现在你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制衡我，没有你的本源真血，我就必须得陷入沉睡。我相信前辈。也罢，毕竟成了你的情分，我可以答应你加入日后你所组建的势力。多谢前辈。我观你似乎也修行过万星飞仙术，既然如此，我将完整的万星飞仙术传予你。还有这陨仙星河的力量，我也并不独占，可以与你一起修行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你可以在星辰天境中与我一起修行。晚辈之后还有一些事要处理，等处理完那些事后再来。也罢，我会暂时待在星辰天境修行，整座星宫也可被我掌控。之后你若进入永济星坟，可以直接进入。秦逍遥微微点头，而后转身离开。无法看透丝毫，仿佛自身没有命运的轨迹。当初店主曾言，之所以会失败，是因为难逃那冥冥中的禁忌责罚。而若自身命运虚无，便不会受到冥冥中的那种劫罚限制。莫非他真是命定之人，能集齐所有星辰？万星飞仙殿做不到的事情，他能做到。这边金逍遥暂时离开了星锦那里。恭喜了，事情终于结束，你也获得了自由。都是因为君公子相助。洛姑娘自身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没想到能见证这样的戏码，这是他该有的宿命。早在捡到他的时候，就察觉到了他的不一般，也想到了会有这样一天。不过至少也曾与他相伴，而他的痕迹也并未全部消失。哎呀，妾身竟然会安慰你这个死对头，莫非真的是和你困在一起太久了，都相处出感情了？哼，这可不行。不过想想也是，哪怕是夫妻道侣，都不可能待在一起这么久。二位，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？本宫准备返回霓裳族，扶摇光的情况，我会暂时替你保密。多谢教主大人叫了妾身出来。本来妾身该是以身相报，但怕君公子你不领情。眼下呢，妾身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。不知君公子之前的邀请，
可还有效？当然有效，刚好风月古教缺一个管理的职位，你可愿成为风月古教的副教主？那便多谢教主大人了。经理，之后我有一些事情要和你说。哦，好的。君逍遥也是将一些情况都告知了苏经理。原来那些叛徒之所以能针对你，是因为他们……所以接下来，我要除掉这个罪魁祸首。逍遥，那些针对你的人当然要解决，但是……放心，除了苏正言、苏红等罪魁祸首外，其余无辜的苏家人不会受到任何波及。随后过了一段时间，君逍遥和苏经理来到了霓裳族所在地——仙女界内的霓裳仙城，在一处景色幽静的楼阁之内。君公子会主动来找飞烟，可是太难得了。上次玉姑娘对我说过，在万界商会内有内鬼叛族，现在已经确定了。庞家少主庞天元，看来这次永济新坟，君公子倒是遇到了不少的波澜。的确，而且除了庞家之外，还有苏家。这一次来找玉姑娘，也是想和你商量，玉家想不想要分一杯羹？君公子此话何意？这庞家是内鬼毒瘤，定然要除掉的。玉家身为万界商会内的大族，倒也可以协助一番。此外，还有苏家的苏正言、苏红父子。你们玉家对于万界商会最为了解，也方便安排计划。君公子果然果决，既然这么快就想动手，不过为什么先找我？自然是因为我相信玉姑娘。也许飞烟并非是一个值得信任之人，至少眼下，我需要玉姑娘你相助。你们玉家之后可以得到庞家1/3的资源底蕴。看来君公子的野心也并不小了，是想掌控万界商会？通常来说，是想与万界商会结盟。但若说真心话，万界商会这块大蛋糕，应该没有谁会不动心吧？那玉姑娘，你可愿意助我？庞家这笔大礼的功劳落在你身上，日后玉姑娘当可成为玉家家主。哎呀，君公子这个丰厚的条件，当真是令飞烟难以拒绝。相信我吗？可惜我连这个身份都是夺舍来的。不过这种被信任的感觉倒是不错。苏锦鲤，我越发想抢你的男人，该怎么办呢？与此同时，关于永济兴坟的诸多消息也是开始酝酿扩散开来。足足4位暗界天选者呀，还有那么多叛族，竟然设计围杀君公子，而且君公子竟然一人对付他们全部。哎呦，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暗界天选者的实力可不比天庭28星宿弱到哪里去呀！君公子简直逆天了。叛族竟然能这样潜伏进来，绝对是有势力暗中相助。而且别忘了，进入永济新坟需要预决才能找到正确的路线。叛族之所以能出现围杀，定然也是有人给了他们预决。这样说来，有苍王这边的人和叛族勾结，与劫组织有关吗？哎，这就不清楚了。万界商会所在地，万宝界内，天元的魂灯熄灭了，暴露了吗？不，我觉得应该不至于。少主不可能直接将底细透露出去，而若是其他人想要搜魂，少主的元神中也有禁制，不可能被他人察觉到。现在我们若是举族撤退，那等于就是做贼心虚，绝对会让人怀疑。都怪那苏正言，为了对付君逍遥出此下策。那君逍遥是那么容易对付的角色吗？现在出了此事，连我儿都陨落。不论如何，我们要先做好准备。另外，我还是要去一趟苏家。庞家家主，可否一见？君逍遥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君族和天域仙朝是要与我万界商会开战吗？庞家主，这是你们庞家的事情，
可和我们万界商会其余家族无关呢。你们勾结叛族暗界，该当灭族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什么？竟然是苏家家主与庞家一起和叛族暗界勾结？竟然是他们！若庞家只是单独因为仇怨针对君某，那君某倒也不至于要让庞家抄家灭族。但是你们既然与叛族和暗界勾结，那便是自作孽，不可活。灭了吧！而与此同时，另外一边，玉家，你们这是何意？苏家家主，你们想要去哪里？安然待在此地不好吗？玉家，你们这是挑衅！是大小姐，你们不明白的话，可以看看这个。家主，这是……你竟然与庞家一起和叛族暗界勾结！哼，好生可畏呀！君逍遥，我是真的小看你了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你若不与叛族暗界勾结，看在你苏家人的身份上，倒也不至于丢了性命。这次的罪魁祸首乃是苏正言、苏红父子，其余未曾牵扯进来的苏家之人，将不会受到丝毫波及。唉，最后还是靠大小姐来救我们，而我们之前对大小姐却……唉。君公子能为我万界商会拔出内鬼毒瘤，当真是对我万界商会大有裨益。我玉家多谢君公子之恩。客气了，玉家这次能协助，君某也颇为感谢。只是之后关于庞家的一些事情，还要劳烦玉家协助处理。那是自然。飞燕，你要好好听君公子的吩咐，他有什么要求，一定要告知。锦鲤，怎么，不愿当家主吗？成为苏家家主后，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小富婆了。唉，虽然我的确是贪财爱宝不错，但这劳什子家主太麻烦了，谁愿意当谁当吧。相比之下呢，我更喜欢和逍遥你一起寻宝探险。随你吧，你开心就好。君逍遥回到永济星坟，直接来到了星空深处的星辰天境。星锦前辈，我给你带来了这些东西。你竟能搜集到如此多的星辰，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罢了，还有其他一些星辰在我身边的人手中。果然不愧是艺术级的存在。不，你应该不只是艺术那么简单，也只有你的本源之血，才有这般屏蔽天机的效果。你既然助我苏醒，那我自然也会给你应得的报酬。君逍遥，我之前虽传你完整的万星飞仙术，但是万星飞仙术毕竟是万星飞仙殿的核心法门，更是极为复杂的仙法，一般人别说施展出来了，便是想要领悟十之一二，都得耗费无数岁月。接下来，我可指点你修行。星锦前辈说的不错，这万星飞仙术的确很是复杂，饶是晚辈回去修行了数日，也只是简单领悟出了这星神领域而已。星锦前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君某也知道，自己仓促之下所修炼出来的这领域，也的确有些漏洞百出了。怪物，前辈，也罢。原本想指导你一番，看来似乎是没有必要。不过，关于这七星之力以及陨仙星河，其中倒是有许多奥秘。但我眼下修为未曾完全恢复，还无法彻底发掘其中的奥义。不过，倒也可以助你领悟星辰有关的法则。随后，星锦开始借助七星之力修行。当然，君逍遥在一旁自然也是能够获得好处。你的体质果然不一般。多谢星锦前辈了。这主要还是靠你自己，换做其他人不会有这样的效果。以你的天赋，假以时日，说不定真有冲击仙道境的机会。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这一世的结束会很残酷，而留给你的时间并不多。晚辈觉得，做好自己的事情即可，其他的事情不必想那么多。没有什么结束是过不去的。
你的修为境界虽然暂时还未达到至强，但就心性而言，比之神化地也不弱。星锦前辈，晚辈有事也该离开了。